欢迎回来，我是喵屋。今天帮大家整理了10个超好用的 PlayLife 模组，这些工具能大幅提升游戏体验，让控制角色变得更轻松，也能优化你的游戏体验。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个要分享的模组是 Master Code 套件包，这个模组真的大推。只要按住 Auto 键，点击角色或物品，就能快速调整数值，可以直接让角色怀孕，或点地板也会出现模组选单，可以传送到任何地方。以后再也不用被作弊码或辛苦的在一堆英文中苦苦寻找想要的那个。我们今天想要玩个白手起家，直接给它归零，我们就可以直接归零，就很方便。我们还可以修改我们的人物特征，直接从这边修改就可以，就不用再进入创建模式了。还有这边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调整，年龄这边直接也可以让它技能全满。崔维斯的技能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一个等级，我们也可以给它全满。哇，超猛，一下子就全部都20了。这个模组除了可以对人物做修改，也可以直接对物品。像我们点击随意的一个物品，你可以选择直接删除它，或者是让它设定为它现在的状态是烧焦的，你看它就黑黑的了。然后你也可以恢复原状，或者你要让它变成着火的一个，哇，地婆提真的很厉害，它现在都超猛的，直接自己灭火。然后你看它现在烧焦了，然后现在是不是它的状态就是烧焦的状态？那我们可以把它修改成为不要是烧焦的状态，可以吗？哦，可以。我们把它关闭之后，它就恢复原状了，超方便的。我们直接点地面的话，这边我们可以让它将我们现在操作的市民送到这里来。像你看崔维斯现在站在这里嘛，我们把它送到这里，就很方便，可以直接传送。然后也可以直接生成，生成会是什么？生成一个随机的吧？真的，它生成了一个随机的帕拉市民了。Auto 键按着的时候，然后按着这个，它就可以加速我们的时间。它比我们加到乘3速度乘以15这个还要更快。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速度太慢的话，你可以直接用这一个作弊的模组来加速我们的速度，它会更快。如果你也有玩模拟市民，并且也装过不少模组，那一定会发现这个模组就等同于模拟市民4的威尔比苏的 UI 密集扩展模组，只要用过就几乎回不去了，因为实在是太方便。另外这个模组它还有另一个模组化功能，如果你也安装了这个套件包里面的 Master Fraser 档案，它可以优化游戏的载入速度，修复减少游戏的崩溃，让你的游戏可以更加稳定。接下来是 Twist Message 的自动反应模组。如果你懒得自己手动点选情绪卡片，那这个模组就非常适合你。它会自动将情绪反应加入想做的事的插槽，这样你就不用再自己手动点开卡片，一个一个确认。像模拟市民那样，它会自己出现想望，自动选择，我就不用再手动选择了，也不会忘记或错过。每当移动画面视角时，是不是会觉得卡卡的，角度总是不对？这个合理的相机控制模组能够解决相机操作卡顿和游戏缩放画面时预设的角度问题，让你在观看角色或建筑时，视角的移动更自由，画面操作也可以更流畅。我们看一下现在的镜头移动，你看就卡住了，它的画面会卡住。我就往后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可以看到整个人物的整身。可是当我前进的时候，它的视角没办法调低耶，它视角就是维持这样子，它的视角就很不是这么的自由。如果拉远，它的视角其实是会提高的，自动提高它的视角，然后拉近视角就会自动变低。你想要往上的话，你只能把视角抬高。它视角已经固定住的，它会自动调整它的视角。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蛮不方便的一个设定。这是有装模组之后，我如果上下移动是这样，然后左右前后移动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安装了那个相机控制模组之后，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并不会随着我们的视角拉远拉近的关系，然后去调整它的高低，它会一直维持你原本的那一个高度。所以这个相机控制模组真的是很推荐大家一定要装起来。在建造方面，这个天花板灯具改造模组，它可以改变游戏内灯具的照明范围与效果，让你的室内装潢更加明亮，灯罩范围更广。晚上真的超暗的。然后放一个落地灯在这个角落，再放一个吸顶灯、天花板的灯，还有台灯。它放起来的那个亮度就大概是这样子，范围不是很大，蛮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安装了那一个天花板灯具改造之后，它们的差别跟变化大不大？这是安装了模组之后，好像它的那个亮光的范围又更广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看一下画面上的比较图。而且它不只是针对天花板的灯而已，它连台灯还有立灯都一样有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下一个是遮布的 Debug 物件模组，对喜欢建造的玩家超级实用。它直接在建造目录中新增一个 Debug 分类，让你可以直接使用游戏内原本隐藏的 Debug 物件，不需要透过复杂的指令就能轻松获得这些物品。例如咖啡厅跟餐厅的物件，有各式的菜单看板、招牌，还有各类花束、书架、海报、室外灯饰、蘑菇、岩石与水晶。这些 debug 的东西，如果把它拿出来，它是真的有功能的吗？还是只是装饰品而已？这个是什么？报刊贩卖机也拿出来，自动零食贩卖机。这里有个路灯，我们看一下。把那个环境调暗一点看看。路灯真的有灯耶，它是可以照到下面的耶，所以这个路灯是真的有功能的耶。我们回到这个游戏画面之后，这个电话亭可以破坏，可以看报纸耶。那我们让崔维斯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可以。来了。可以耶，那这里呢？它可以购买零食吗？让崔维斯看完，购买一下这个。也可以耶，真的都可以互动，有功能性哦，这样很赞呢。原本只是想测试 debug 物品，结果不知不觉却变成了挑战用 debug 盖一个造景样品屋。Petalyfes 的建造模式真的很容易让人一不小心就沉浸在盖房和装潢的世界里，但我也只是大致上摆放一下，想看看只使用 debug 物品效果看起来会如何而已，也刚好可以展示给你们看有哪些可以使用的物品。这些物品也有色轮可以选择。然后一样也可以放大缩小，但不是每一件物品都有缩放的功能。像我刚刚就有发现，例如蘑菇、水晶和屋顶，还有一些部分的物品也都是没有办法缩放的，我觉得是蛮可惜的。趁这个空档，可以顺便来聊一下刚刚遇到的状况。我觉得 Petalyfes 的游戏现在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实质空间还有物理之间的距离好像还没有算得很好，因为像刚刚崔维斯他在吃零食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1/3的人是站在这一个贩卖机的里面了。正常他应该要避开，要与这个贩卖机是有距离的，他不可能人是陷入那个贩卖机里面的。那他这个完全都没有碰撞，他完全可以经过这一些柱子啊、边边的东西、水泥管啊，超不合理的。觉得蛮破坏游戏的沉浸感，希望官方可以尽快改善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这个意义不明的样品屋也已经差不多都弄好了。其实我觉得整体的氛围感看起来还是蛮好的看起来有一点像疏于打理的杂货店。然后屋主是住在2楼的露营车，每天就是
看着大海，闲暇的时候就开自己的这个很随性的杂货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如果你觉得现在游戏中可以互动的厨房家电太少，那这个厨房互动式家电模组绝对很适合你。先来看一下这个茶壶的家电，它是点了没有反应的，它现在目前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这个咖啡机啊、烤面包机还有电子锅都一样，都目前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没有实质的互动功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装了互动式厨房家电模组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可以耶，我们可以喝茶。来，利波提喝茶。来，使用一下这个。可以，这个呢？喝咖啡。这些就变得都有功能性了耶，而且这些是真的都可以获得能量需求的。它可以做2种口味的吐司，一个是奶油的，一个是果酱的。我们吃个果酱的好了。它连烤面包的那个动画是没有的，直接拿出来。它会增加我们的饥饿值吗？我们现在饥饿是几个？2、4、5个。如果他吃完，会耶，2、4、6、7多了2个，会缓解一点点。最后一个是煮饭，哇，可以煮一个米饭呢，白米饭，怎么样？他现在是在煮米的过程吗？动画还没有那么完美啊，他这个没有办法打开。果然动画还是存在一些小瑕疵哦。煮完了，然后呢？我就可以把饭拿出来。这是多人份的吗？什么？还会失败哦？我们的饭还会煮，超会搭它失败黑黑的了，可是它还是要继续吃不管，还是照吃。我们是勤俭持家的人，我们才不管它是不是超会搭呢，能吃就好。我们可以获得饥饿值。可以完全填满吃白米饭可以满足大量的饥饿值。这样子在官方正式将这些家电加入功能之前呢，我们都可以先使用这一个功能性的模组，让我们的家电有功能。这个是一个可以将内衣藏在裙子下的模组。这个模组解决了穿露背或无肩裙装时内衣可能会跑出来的困扰。我们现在看一下是不是背后的这个内衣真的不见了。太棒了吧！再也不用担心那个丑丑的内衣会露出来了。你看，还有这个洋装，它这一件本来这边也有那个肩带露出，现在都没有了，太棒了。第8个模组是清晰的地图视图模组。顾名思义，它可以让你在查看城镇地图时，画面变得更加清晰，方便你快速找到目的地或查看城镇情况。每当我们把地图拉远，来到整个地图的画面的时候，旁边这一些周遭的建筑，它们都会自动变成模糊。当我们在找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不方便的。在安装了模组之后，那我们现在把镜头拉远，拉到整个大地图上。哇，你看是不是清晰超多的？差超多的啊！你可以看到远远的建筑有哪些。找东西也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自己想要找的。还有，如果你总是找不到邻居在哪，那我也很推荐这个可以在地图上显示城镇居民的模组。它能够直接显示所有居民的位置，让你找 NPC 变得更加容易。这个模组可以让你为特定角色认领1张床，只要没有其他人占用，角色就会自动优先使用他们认领的那一张床位。是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玩的过程中体会到的，觉得少了这个功能其实有一点不方便。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认领我们的床了。可以耶，这边会多出一个 crane 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我们认领的功能。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利伯提他睡在这张床，不要，我们让他睡另外一张床好了。这一张床我们就让他认领起来，然后他就会说现在利伯提他认领了这一张床，所以之后他就会固定在这一张床上面睡觉了。我们来测试看看他是不是之后就会在这边睡觉。我们先把他的需求只能设定全部吗？我只是想要让他想睡觉而已，不行。那就设定所有需求，来到
2好了。哇哦，我天，很糟糕的感觉。他自己睡觉就会自动选择这一张床睡觉了。哇，看起来好臭，状态也太糟糕了。那如果我们想要取消，我们就把我们的视角转换到一样是在这个人物，点击这里就会有一个取消，它这边就会说利波提取消认领这一张床了。这些模组除了控制核心模组、自动反应，还有床位认领，这3个模组是需要额外再安装脚本档案的。其他的模组都可以直接在 Steam 工作坊上面订阅下载。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安装脚本档案，我已经将安装方法跟步骤整理到我的 Patreon 上了，连接在下方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处。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或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以上就是这次推荐给大家的10个超实用模组，这10个模组都是我实际使用过后觉得真的不能错过的模组，希望这些模组能让你们有更好的游戏体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别忘了按赞、订阅、热推并开启小铃铛，还有分享给你所有喜欢 Paralives 的朋友们。我是喵呜，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为什么利波提的人物缩图，他头怎么了？他的头发是什么 bug 吗？